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万万没想到往灵药里面打入几个鸡蛋会这么的好吃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节灵药，挑选灵药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要挑选这种藕节完好的，因为这种灵药里面没有泥沙，操作起来也十分的方便。最好挑选这种褐色的，如果是很白很白的那一种，是泡了药水，我们吃着也不放心。把藕节全部切下来，准备削皮刀，把灵药的外皮全部刮干净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给下刀，灵药是圆形的，很容易滚动，我们就从侧面切上2刀，切出一个平面，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就不容易滚动，这样也不容易切到手。把灵药全部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 0.1 厘米左右。接下来再把灵药切成细丝，灵药丝我们也不需要切太细，大约和虎柴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，但是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。最后把灵药全部切成碎末。俗话说秋天的灵药最养人，灵药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钾元素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一下，往灵药里面加入小半勺的白醋，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因为切好的灵药和空气接触就很容易氧化变黑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把食盐化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1块钱的瘦肉剁成肉末，有条件的可以用绞肉机来完成，也不需要剁太细，有一点颗粒感也是可以的。全部切好放在碗中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蒜末我们要切小一些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。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首先把老姜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老姜有增加食欲的作用，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欢吃辣椒的，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小米椒不仅可以搭配颜色，同时还可以增加辣味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现在的灵药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加入了食盐和白醋，灵药一点都没有氧化变黑。全部捞出来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，加入1勺白醋，然后把准备好的灵药再次放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灵药焯下水，加入白醋使灵药吃起来更加的爽脆。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20秒左右就可以了，因为灵药本身就可以生吃。捞出来控干水分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着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也不需要太多，3到4个就可以。接着再加入少许的五香粉，大半勺的食盐调味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鸡蛋和灵药完全的融合一起。灵药里面加入鸡蛋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，这种做法非常的独特。大约搅拌2分钟左右，搅拌至灵药和鸡蛋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可以了。接着往碗中加入1小勺的普通面粉，再次用筷子搅拌均匀。
面粉千万不能加入太多，不然的话吃起来全部是面粉的味道，不然的话口感会大打折扣。再次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一点干面粉就可以了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，加入平常炒菜2倍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下入准备好的莲藕鸡蛋液，用锅铲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饼会更加的美观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鸡蛋饼的底部已经慢慢的定型了，我们就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蛋饼受热更均匀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把蛋饼倒在盘子里面，我们要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这一步一定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烫到自己的小手了。同样的方法，放动一下锅，使蛋饼受热更均匀。现在的莲藕鸡蛋饼金黄金黄的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煎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其实现在也可以开始吃了，为了更加的好吃，我们还要加工一下。锅留底油，下入切好的姜蒜小米椒，开小火煸炒，把姜蒜炒出香味，小米椒炒出辣味。接着把准备好的肉末也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肉末炒至变色，炒出香味。接下来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然后开始调味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，少许的红烧酱油上色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少量的鸡精调味。开大火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，把所有的调味料煮至化开。最后加入少量的水淀粉，搞上薄薄的芡汁。开大火，把锅里面的汤汁再次烧开，用锅铲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汤汁熬至浓稠。把熬制好的汤汁淋在蛋饼上面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莲藕鸡蛋饼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，加入切好的葱花点缀一下，同时增加香味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。